過去呢個禮拜嘅市場，一邊由 AI 帶動嘅科技股繼續狂歡，納斯達克指數連續第5日創歷史新高，記憶體龍頭美光、Micron 股價更係爆升到歷史新高 ，Tesla 都衝上7個月高位。但另一邊道瓊斯指數就明顯腳軟，反映緊傳統經濟嘅憂慮。呢種冰火兩重天嘅局面，我諗好多人都睇到一頭霧水，就好似我哋呢個禮拜會員文章中重點拆解嘅甲骨文 Oracle 咁。佢哋憑住一份史詩級嘅4550億美元未來訂單，股價一日狂飆36%，用真金白銀話俾全世界知 AI 嘅資本開支係真真實實發生緊，唔係泡沫。但係當大家仲沉醉喺 AI 盛宴嘅時候，美國勞工部一個唔起眼嘅年度修正，竟然話俾我哋知，過去一年有成91.1萬個職位其實係人間蒸發咗，憑空消失。再加上最新出爐嘅9月份密歇根大學消費信心指數跌到5個月以嚟嘅低位，長期通脹預期仲要向上飆，完全同市場諗嘅背道而馳。咁問題就嚟啦，一面係科技股歌舞升平，另一面係實體經濟數據慘不忍睹。究竟我哋係身處一個由 AI 驅動嘅超級牛市開端，定係一個被流動性催谷出嚟，喺衰退邊緣瘋狂試探嘅陷阱？今日我哋就嚟深入拆解呢個市場最大嘅矛盾。喺開始之前，照舊要提醒大家，我所有嘅分享都係基於公開數據嘅分析同個人觀察，絕對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記得要做好自己嘅功課。另外，我哋呢個節目可以持續運作，真係要多謝我哋嘅贊助商。富途牛牛9月有一個超划算嘅新戶優惠，最高直接送你1800蚊獎賞，你可以選比特幣、超市禮券甚至特斯拉股票，只要存入指定資金就能夠攞到。而且你用我嘅專屬邀請碼 KSBY 去開戶呢，仲會再加碼送你200蚊現金券啦。開戶流程亦都超簡單。下載 APP 進入活動中心，輸入 KSBY 呢個兌換碼，按步驟完成開戶同存款，獎勵就到手。有興趣嘅朋友，資訊我都放喺下方資訊欄，有詳細活動連結同教學圖解。當然最重要嘅係，如果你覺得我哋嘅內容對你有幫助，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CLS， 即係 comment、like 同 share 啦。你哋嘅支持係我哋繼續做落去嘅最大動力。好，我哋入正題呢。要理解依家呢個咁矛盾嘅市況，首先要搞清楚背後最大嘅驅動引擎係乜嘢。簡單嚟講就係市場同聯儲局嘅一場博弈，而市場依家明顯佔咗上風。點解經濟數據越差，科技股反而升得越勁？呢個就係華爾街玩咗好耐嘅劇本。壞消息就係好消息 ，Bad news is good news。因為數據越差咧，就越等於鎖定咗聯儲局唔單止要減息，仲可能要加速減息。但係今次有啲唔同，我哋要睇深一層。喺我哋會員文章分析過嘅兩張圖，一張係美國嘅 M2 貨幣供應量。自從2024年年中開始就一路向上，總量已經突破22.1萬億美元，創咗歷史新高。呢個代表市場上嘅水喉係開到最大，錢多到浸腳，股市自然有源源不絕嘅燃料。但矛盾嘅地方嚟啦，另一張圖顯示，聯儲局嘅資產負債表其實自2022年高位以嚟，一直喺度透過量化緊縮 QT 縮減規模，由接近9萬億美元縮到得返6.6萬億，即係話央行表面上喺度收水，但市場上嘅錢反而越嚟越多。呢個現象暗示咗民間同企業嘅資金活動力非常強，呢股力量先係支撐住牛市嘅核心。所以依家唔單止係賭聯儲局減息，而係市場本身嘅流動性已經非常充裕，任何減息嘅預期都只會火上加油。搞清楚宏觀背景之後，我哋就要聚焦翻今次風暴嘅核心，兩個極端異常嘅現象。甲骨文嘅天價訂單同埋消失嘅91萬個職位，呢兩個現象完美演繹咗依家市場嘅一半火焰一半海水。首先講翻甲骨文，佢份財報其實營收同每股盈利都係唔及格㗎，但係股價竟然可以單日暴漲36%，點解？因為市場嘅眼光完全聚焦喺一個叫 RPO 嘅數據上面啦。呢個 RPO 簡單嚟講就係已經簽咗約但係仲未入賬嘅未來收入。甲骨文嘅 RPO 由上一季嘅1380億美元一夜噴射到4550億美元，呢個數字係乜嘢概念？即係話好似 OpenAI、xAI、Meta 呢啲頂尖嘅 AI 巨頭已經用幾千億美金嘅真金白銀鎖定咗未來幾年嘅雲端基建訂單，市場交易嘅永遠係預期。呢份爆炸性嘅未來訂單直接將所有關於 AI 泡沫嘅質疑打到粉碎。佢證明咗 AI 唔係一個概念，而係一個史上最大規模嘅資本開支超級週期。好，講完 AI 嘅美好故事，我哋就要面對現實嘅殘酷啦。就係美國勞工部靜靜雞公布嘅年度基準修正，話俾我哋知過去一年嘅就業數據要下修91.1萬個職位。呢個修正幅度係史無前例嘅。
甚至比2009年金融海嘯嗰陣嘅下收90.2萬仲要誇張。呢個唔係一個簡單嘅數據修正，而係對過去一年美國經濟強勁呢個故事嘅全盤否定。佢話俾我哋知，大家一直賴以判斷經濟嘅就業市場其實脆弱到不堪一擊。呢個就業幻覺嘅破滅直接將聯儲局逼到一個死角。因為佢哋嘅核心職責係控制通脹同促進就業。之前就業好，佢哋可以專心打通脹，但係依家就業市場突然亮起紅燈，但係通脹又點呢？最新嘅核心 CPI 年增率仲喺 3.1%。上個禮拜五公佈嘅密歇根大學數據，消費者對未來5到10年嘅通脹預期仲要由 3.5% 加速到 3.9%， 即係話聯儲局即將要做一件30幾年都未做過嘅事，喺通脹明顯高於目標嘅情況下，被逼為咗拯救疲弱嘅就業市場而去減息。呢個係一個極度危險嘅政策幹線，亦都係依家市場最大嘅不確定性所在。老實講，面對呢一種極度分裂嘅市況，我個人嘅觀察係市場嘅風險正被嚴重低估。大家就好似一個派對上面嘅酒鬼，淨係見到侍應不斷拎出嚟嘅減息美酒，但完全無視咗間屋已經有啲地方開始漏水，甚至有啲火燭苗頭。歷史數據話我哋知，喺聯儲局減息週期裏面，股市通常表現都唔錯。例如數據顯示，喺利率下降嘅時期，標普500嘅平均月度回報率有 1.7%， 遠遠好過利率持平或者上升嘅時期。呢個係事實，我唔會否認。但係嘴巴話不擔心，錢嘅流向先係最誠實嘅。根據美國銀行最新引述 EPFR Global 嘅數據，截至9月10號嗰個禮拜，全球股票基金走資咗99億美元。當中美股基金贖回金額更加高達190億美元，啲錢走咗去邊呢？黃金基金錄得34億美元嘅巨額流入，係有紀錄以嚟第4多。呢個數據同我哋上個禮拜見到嘅避險 ETF 資金流入趨勢係完全吻合嘅，所以我嘅做法係點？我唔會喺呢個時候去估頂走去做空個市，因為同趨勢作對通常冇好下場。但係同時我亦都唔會盲目追高，我嘅策略係精準打擊同加強防禦。精準打擊嘅意思係我會將倉位集中喺嗰啲真正食正 AI 基建紅利嘅硬 AI 股上面。甲骨文嘅 RPO 數據再次驗證咗呢個邏輯，好似 NVIDIA、AMD 同埋今個禮拜創新高嘅美光 Micron 啦，呢啲都係賣緊 AI 時代嘅產同淘金工具嘅公司，需求係實實在在嘅。加強防禦呢，就係我會逐步減持一啲同消費市道關係太大，或者估值已經飛到上太空，但盈利增長跟唔上嘅軟 AI 股或者科技股，然後將資金轉去一啲防禦性資產，例如黃金同黃金礦業股。依家金價咁強勢，加上全球央行不斷增持，佢嘅避險價值同抗通脹價值係非常突出嘅。總結我嘅策略就係喺進攻端聚焦硬 AI 基建，喺防禦端增持黃金，喺呢個精神分裂嘅市況底下保持倉位嘅平衡，先係生存之道。我哋再睇闊啲，掃描一下整個市場嘅內部情況，就會更清楚資金嘅流向。首先睇強勢股，今個禮拜最搶眼嘅，除咗甲骨文啦，就一定係記憶體龍頭美光 Micron，佢股價創咗歷史新高。花旗銀行仲將目標價由150美元調升到175美元。點解？因為 AI 伺服器需要大量嘅高速記憶體。HBM 美光已經深度綁定咗 NVIDIA、AMD、Google 呢啲大客，直接食正條水。呢個再次證明，依家市場追捧嘅唔係消費科技，而係真正能夠從 AI 資本開支中獲利嘅基礎建設供應商。資金正由軟 AI 流向硬 AI。另外 Tesla 股價大漲 7.4%， 反映市場嘅投機情緒依然高漲，資金願意去追逐呢類有故事性、有動力嘅龍頭股。咁弱勢股呢，之前提過嘅蘋果喺新 iPhone 發佈後股價受壓，而最新嘅消息係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FTC 正調查亞馬遜同 Google 喺搜尋廣告業務上有冇誤導廣告商。呢啲都係典型嘅軟 AI 或者平台型巨頭，佢哋面對嘅係消費市場放緩同埋監管風險。道瓊斯指數嘅疲弱，亦都反映咗市場對工業、金融呢啲同實體經濟週期息息相關嘅板塊係抱持住一個非常審慎嘅態度。所以你睇到個畫面好清晰，市場唔係全面牛市，而係一個結構性分化極端嘅牛市。資金好似用放大鏡咁精挑細選咁去追逐特定嘅主題，同時亦都毫不留情咁拋棄佢哋認為有風險嘅板塊。另外一個我想深入探討嘅主題就係衰退信號嘅共振，因為就業數據嘅修正只係拼圖嘅其中一塊。當我哋將其他嚟自實體經濟角落嘅警報聲放埋一齊聽，你就會發現呢個唔係單一事件，而係一個完整嘅證據鏈。第一個信號，我哋之前提過，係建築業。美國7月份嘅建築支出年對年下跌咗 2.8%， 係2008年金融海嘯以嚟最大嘅降幅。喺歷史圖表上面，每一次呢條曲線跌穿零軸之後，都伴隨住經濟衰退。建築業係經濟嘅領先指標，佢嘅信號分量非常高。第二個信號嚟自貨運業。
有個指標叫長途卡車運費指數 （Cash Truck Load Line Haul Index），佢直接反映實體貨物嘅運輸需求。呢個指數近期已經明顯走弱。你諗下，如果工廠冇嘢生產，商店冇貨要補，自然就冇人需要揾卡車運貨啦。第三個信號係製造業就業啦。我哋見到製造業、建築業、政府部門、專業同商業服務業啦，全部都喺度裁員。依家我哋將呢三塊拼圖拼埋一齊，建築業停滯，代表未來嘅投資減少；貨運業疲弱，代表當下嘅商業活動萎縮；而製造業同服務業裁員，代表企業已經開始縮減開支，對前景冇信心。當呢三個領域嘅數據同步下滑，形成共振嘅時候，衰退嘅警報聲可以話係響徹雲霄。市場目前選擇暫時無視呢啲警報，但警報聲唔會因為你唔聽就消失。商品市場方面，黃金嘅表現非常亮眼。現貨金價一度升到每盎司$3656，勢頭凌厲，完全反映緊我哋之前講嘅避險需求同央行囤積嘅趨勢。高盛嘅報告預測，金價未來12個月仲有大約14%嘅上漲空間。我個人認為呢個預測都算係合理。另一個要關注嘅係油價，紐約期油升穿每桶$63，布蘭特期油亦都接近$67。油價上升嘅主要原因係擔心烏克蘭無人機攻擊俄羅斯嘅石油出口設施。地緣政治風險升溫，油價上升對於全球通脹嚟講絕對唔係一個好消息，亦都令到聯儲局嘅工作變得更加棘手。好，總結一下今日嘅內容，依家嘅市場可以話係由一個巨大嘅矛盾所支配。一方面由甲骨文、美光等公司嘅強勁數據所證實嘅 AI 革命係一條非常強大，而且睇落會持續好耐嘅投資主線，佢正正係推動科技股不斷創新高嘅核心動力。但係另一方面，無論係被大幅下修嘅就業數據、插水式下跌嘅建築支出，定係疲弱嘅貨運指數，各種嚟自實體經濟嘅數據都喺度不斷閃爍住衰退嘅紅色警報燈。呢個困局正迫使聯儲局行入一個30年未見嘅政策險境。喺通脹未斷尾嘅情況下，就要減息救市，所以我哋正身處一個極度分裂、交易難度極高嘅市場。我嘅建議係唔好單邊睇好，亦都唔好單邊睇淡。策略上要保持靈活，進攻嘅時候要聚焦真正有盈利支撐嘅硬 AI 核心，防守時要識得利用黃金等資產做好對沖。喺呢個充滿不確定性嘅環境下，控制風險、保存實力先係最重要嘅事。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